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6月27号。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是谈美国连续出台了对中共的几个议案，关于香港方面呢，对中共的高层领导人对他们签证限制，以及美国参议院通过了香港自治法之后，那么中共呢，关于香港问题的各类的官员、各类的公司都有可能受到美国的打击。那么，在美国密集出台了这些政策和法规之后，中共呢暴跳如雷。昨天呢，中共的官媒就警告美国，说是美国再往前走一步，整个这个大豆协议就飞了。也就是说，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如果你美国继续这样做，我们这个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我们就不执行了，我们就不会再买了。这就是中共一贯的伎俩。没有这个中共也不会买哇，中共跟你签这个协议就是耍着玩哇，他们什么时候都可以毁弃的嘛，他们找任何理由都可以毁弃。你现在对香港问题上面和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有关系吗？没有任何关联，但是中共他认为有关联，他认为我既然跟你开展了贸易协议，我既然跟你购买了大豆，跟你购买了农产品，你所有的事情一样事情你都不能得罪我中共，你什么事都要按照我中共的要求来做，不然的话呢，我们就停掉我们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他们给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画了一条红线。这个红线是什么呢？这个红线既不是台湾问题，也不是南海问题，实际上就是港版国安法的问题。所以说，香港这个港版国安法，他们急于要什么？要在香港实施，就是为了在香港打击异议人士，然后中共要对香港改变它的一国两制，变成中共的一国一制。也就是经济上面，他们仍然愿意香港是繁荣的，香港呢是能够获得自由世界承认的，是能够获得全球给它的金融地位的。但是政治上，他们需要把香港染红，需要把香港把它变成中国内地的一个意识形态文化教育的事，这就是中共的目的，也就是中共他在本月底这个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上面，他们一定会通过这个港版国安法，赶在7月1号之前。大家都知道，7月1号是香港历史上回归的日子，每年7月1号香港都会爆发一定规模的游行。那么像今年在反送中运动已经持续到1年多以后，那么今年这个7.1反共游行，它的这个规模一定是很大的，所以中共呢，它有这种恐惧，它就要在7月1号之前强行的推出这个国安法，而且它是用这个国安法去抓捕所有香港他们希望抓捕的、打击的所谓反动势力。你看，陈方安生是26号发布了自己个人退出民主政治的一个声明。陈方安生已经80岁了，他说他退出主要是他年事已高，第二个他有一个女儿今年突然离世，他呢心情很差，因为女儿的离世嘛。所以说陈方安生本来是选择自己退出民主政治，也就是不跟你中共烦了，你中共去搞国安法你去搞吧，我呢就安度晚年了。所以陈方安生本来是急流勇退的一种做法，这种做法呢对于中共来讲，中共肯定是满意的，也就是反对派要么跑要么退，那么没有人再来敢反对他们，再反对我们就抓。本来陈方安生我相信他一定是做的这样的想法的，结果呢，在陈方安生发布了他自己个人退出香港民主政治的这个声明之后，那中共呢对他是穷追猛打。中共的央视又专门发表了评论员文章，就说陈方安生即使是退出，也难逃国安法实施以后对他因为反抗中共、搞乱香港、祸港四人帮，他也难逃惩罚。所以你看看中共是一个什么政权？你从央视的这篇评论，你就可以看出中共的邪恶和他邪恶的狂妄。中共凭什么去惩罚人家陈方安生？你有什么权利去惩罚人家陈方安生？陈方安生讲这些话和做所有的事，都是依据香港基本法，都是依据香港一国两制，自由表达他自己个人的意志。你有什么权利去处罚他？陈方安生在香港，他讲这些话有任何违法了吗？你用你强行推过的国安法，然后到处去追查人家陈方安生，这就说明中共啊，他出这个国安法，他实际上就是要把香港历史上也好，现实上也好，今后也好，也就是所有的他们认为要打击、要清算的人，他们要对别人各个加以迫害，这就是中共出台国安法的这个根本目的嘛。所以说，美国为什么能够看到中共他出台国安法，就是对香港法治的破坏，就是对一国两制的破坏。因此，美国为什么密集的出台了要对中共所有涉港的官员对他们签证限制，对他们个人进行金融制裁，对他们个人以及中共指定的这些香港的公司、香港的金融机构，对这些公司和金融机构都要制裁。美国的这个目的
的就是要反制中共在香港去推行这个港版国安法。所以说，港版国安法这2天已经到了一个密集高潮的状态，也就是人大常委会在28号开会到30号这3天里面，很可能就会通过港版国安法，而且就会立即实施。那么这几天呢，作为国际社会呢，也会呢积极应对。因此，你看蓬佩奥他在昨天就在德国发表了一个视频讲话。他在这个视频讲话里面就说，他近期呢还会前往欧洲，希望能够跟欧洲共同来应对中国现在对全球的威胁。蓬佩奥反复强调，美国不是强迫欧洲在自由世界和中国之间做出选择，不是美国强迫，而是中国自己强迫，是中国在自由和民主之间，中国已经做出了选择。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就要求欧洲要选边站队，你是选择自由和光明，还是选择邪恶和暴政？蓬佩奥最近经常讲话里面会使用自由世界这一个词，这是典型的保守主义的用语。可以讲，近30年来，自从前苏联崩溃、冷战结束后，中共呢就把西方世界来替代了自由世界这个话。中共呢他就喜欢用这种中性化的语言呢来取代呢自由世界的价值观，也就是为了让西方不再强调普世价值，只追求利益。如今呢，美国号召人们重塑人类的道德价值观，团结共同有价值的盟友，一起来对付中共的这个邪恶。那么对付中共这个邪恶，显然不光是美国一家在做，可以讲全球的民主发达国家、全球的民主自由国家，他们呢都在做这件事。澳洲呢做的是最典型，大家记不记得，在2018年，也就是当时央视有一个女记者叫孔玲玲，她在英国保守党的一个会议上面，她然后在那个会议上面大闹会场打了人。这个央视女记者孔玲玲这件事，我相信大家都不陌生。现在呢，中共新华社又有一个女记者，她呢在澳洲总理的新闻发布会上面用手去阻挡澳洲记者的镜头，这件事情已经惊动了澳洲总理办公室，对此人的调查已经展开。因为在澳洲这是严重的违法行为，就说你阻碍别人采访，阻碍别人新闻采访，这就是侵犯别人的自由，侵犯国家的新闻媒体的自由。所以说，这个新华社女记者她根本不知道自己几两重，她把她在中国在国内公安局蛮横的在拆迁现场阻挡人们拍照的这种行为，用在了澳洲总理的新闻发布会上面。所以说，等待新华社驻澳洲的这个女记者，她最起码是驱逐出境，很有可能是因为她妨碍新闻公正、妨碍新闻自由调查，她会被控上法庭，她至少面临1到2年的刑期。这就是新华社这个女记者跟孔玲玲情况一样。因为澳洲呢，他这个总理新闻发布会上面，实际上是对澳洲现在一部分政要他们跟中共勾结，澳洲展开密集的调查。澳洲联邦警察就突击搜查了新州工党议员叫莫瑟马尼的寓所，调查出他跟中共一直勾结的各种证据。因为这个莫瑟马尼啊，他担任澳洲的议员一共就10年，这10年期间啊，他先后9次去过中国，他去中国所有的费用，通通由中共政府的机构或者是那些秘密人士为他买了单。他在中共干了什么事，没有人知道。但是我相信，他只要是跟中共勾结的那么密集，每年都要到中国去，他被中共早就拉下水。所以说，从他家里面和他的办公室搜查出大量他跟中共勾结的各种证据。像这个人在中国，我认为他每年都到中国去，他不仅仅是接受中国的金钱贿赂，很可能还有性贿赂。也就是中共早就把他自己的各种摄像早就给他拍成视频，然后用这些视频就不断的威胁他。所以说这么多年来，他坚定不移地站在中共的立场上，无论中共在海外做出什么丧心病狂的事，他都为中共去洗地。所以说这个人被澳洲调查是完全可能的。他之所以被澳洲调查，是因为他身边的很多助理都是来自于中国或者受到中国统战部训练的人，这些人跟他之间都是沆瀣一气的关系。那么就在澳洲对他调查、对他搜查的那一天，澳洲新南威尔士州通共的副议长的华人助理叫张志生，他那天也受到了澳洲国家安全部门的搜查。那么也就是说，他们的案子肯定都是有连带关系的。因为澳洲呢，中共很猖狂，中共这么多年来在澳洲布下了他大量的眼线。你想想看吧，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说，现在美国联邦调查局手上有2000个涉及中共间谍的案子，2000个啊，一年只有365天啊。如果这2000个案子都是1年之内查获的话，那也就一天要查6、7个啊，忙得过来吗？所以说，克里斯托弗雷讲说，每10个小时就会查获一个跟中共有关的间谍案。那么美国那么猖獗，你觉得澳大利亚没有吗？澳大利亚厉害很啊！
而且澳大利亚很多时候它是不掩饰中共官方的态度的。中共的这些外交的总领事，中共外交的这些大使，可以在公开场合呼吁中国的那些小粉红公开冲击澳洲的社会制度啊。澳大利亚昆士兰警方现在就对中共驻布里斯班的总领事叫徐杰，对他本人展开了调查，指称他涉嫌暴力威胁昆士兰大学的一个学生，澳大利亚的那个学生叫帕夫路。帕夫路这个人呢，曾经在去年7月份组织过他们澳洲的学生呢，大概也就20个人左右，然后呢开展了一个集会活动，声援呢香港的反送中。本来这是大学生们自由集会、自由政治表达自己态度的一个自由集会。但是呢，徐杰就是中国驻布里斯班的这个总领事呢，他组织了200个中国的留学生小粉红啊，人家只有20个，他弄了200个人去包围了人家那个集会会场，然后和别人发生了冲突，并且这些学生在事后对澳洲的这个组织者就帕夫洛对他进行了死亡威胁。而且中国的这个《环球时报》也发表了专门的评论，对帕夫洛指称他是反华分裂活动，然后导致了大量的小粉红在社交媒体上对帕夫洛呢进行了死亡威胁。那么这件事，澳洲警方就调查跟中共驻布里斯班的这个总领事徐杰有绝对的关系。那你可以看到，中国的一个外交官，一个代表国家政权住在他国的一个外交人员，他可以煽动本国到他国的留学生，然后去公然的冲击人家国家的民主制度，去威胁当地的学生，去对别人发出死亡威胁。那么就说明中国的这个领事他已经完全触犯了当地国家的法律。所以说中共为什么能那么猖狂呢？那也就是跟中共这么几十年来，第一，他经济上繁荣了，因为他手上有了钱，他有了一定经济项目，他跟各个国家都可以用经济利益捆绑这些国家跟中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因为有贸易，所以就有利益，因为有利益，中共就用利益捆绑了当地的政商两界跟中共勾结的人。其次就是中共利用利益去打击所有他认为要打击的违背中共战略的人，同时中共向全球都输送他的红色思维。中共对美国、对澳洲、对欧洲、对加拿大，他这种红色渗透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所以说，自由世界30多年来，自从冷战结束以后，实际上中共就是抓住了这个机会，在中共自己经济不断膨胀的时候，在中共进入了 WTO， 获得了世界工厂，获得了和全世界做生意的这个机会的时候，中共大量的向全球渗透。今天可以讲30多年来，美国也好，欧洲也好，西方世界完全尝到了中共由于渗透他们给他们产生的一个后果。可以讲，今年中共向全球输出的这个武汉病毒导致了全球那么多国家人的死伤。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死伤绝不简简单单是中共输出的一个身体上的传染病，更有中共几十年来所积累的红色思维，从意识形态里面对这些西方国家的渗透以后，导致了西方国家猝不及防，最终当中共的这个病毒这个传染病袭击来的时候，根本就无力招架，然后才导致了大规模的死伤。所以说西方绝对到了要总结的时候，在这个时候你还认不清中共这种邪恶，还任由共产主义思潮在全球泛滥，在全球兴起。在美国大家可以看到的这个弗洛伊德的什么黑人命贵的这件事情，它已经完全是已经扭曲了美国的价值观，冲击了美国的社会制度。它不简简单单是对黑人的一个种族歧视的态度，而是大量的人打着种族歧视、反种族歧视的口号，然后冲击美国的民主制度。最简单嘛，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们加州刚刚通过了一个议案，这个议案是一个地方法规，叫做 ICI5 案。这个 ICI5 修正案在上个礼拜四以30票对10票，然后最终通过了这个修正案。当然了，这个修正案还需要在今年11月份大选的时候，经全体选民确认以后，这个案件才能正式实施。那么这个议案是个什么议案呢？这个议案是加州的一个地方法规，它决定了就是今后加州在政府和公立大学在招聘、签约、招工的时候，它首先以种族因素为优先，也就是皮肤黑的你就可以上，你是少数民族，你是那些有颜色的种族，你就可以优先。而华人被排挤，华人被排挤到什么地步？我举个简单例子，就是高校升学上大学按照这个案子就是 ICI5 案，然后华人学生上大学的比例只有5%，就是每100个大学生里面，华人最多只有5个人可以上大学。按照这个案子，因为什么？要教育平权啊，要让那些黑人上啊。这时候不谈考试成绩，你华人再优秀你上不了，黑人学生再烂也可以上。所以说，这就是加州民主党在加州推崇的这个案子，它根本不是按人的这个水平、按人的智慧、按人的智商、按每一个人公平竞争的能力，而是要优先保护黑人。
那么这个议案在加州这个民主党执掌的这个议会和主要的民主党操纵下，这个议案现在就通过了。最关键是人们不能接受的，民主党华裔的众议员一共有3个，这3个人都是华人，他们在竞选时候都希望华人投他们的票，他们将来为华人说话。那么在这次投票中，这3个华人的众议员，一个叫邱幸福，一个叫丁佑利，还有一个叫罗达伦，这3个人都投了支持赞成这个 SEI5案，也就是到了关键的时候，他们这时候支持民主党的这个政策，就是排挤了华人学生，也就是根本没有考虑自己同胞他们家的子女未来求学的问题。这件事情身在加州的每一个华人家庭都会受到影响，因为你想想看嘛，100个大学生里面只有5个是华人学生，而大家都知道，在所有的学校里面，华人学生的成绩是最好。华人学生的成绩不仅仅是超过黑人，也超过白人，可以讲只有印度学生和华人学生都是学校里面的佼佼者。那么他这项议案一下子只有亚裔只有5%的机会，那么这5%里面还需要中国人和印度人去竞争。你想想看，华人的学生那么优秀，在加州还有上大学的机会吗？但是我们选出来的这些华人的这几个众议员，他们都是民主党的，他们都投支持和赞成票。那么你觉得这些华人的这些议员，他们在关键的时候支持了华人了吗？维护了华人利益吗？这就是中国人。你看看这些中国这些华人的议员，他们在关键时候是怎么出卖华人的利益的？当然了，有2个共和党的华人议员，他们是投了反对票的，也就是整个加州议会一共只有5个议员是华人，那么那2个共和党的议员都是投了反对票的。从这里你就可以看到价值观，就看到谁在维护华人的利益。华人的利益在美国可以这样讲，跟黑人的利益都是一样。什么呢？就说华人和黑人同样都是美国整个这个社会里面，从美国种族分布来讲，华人的这个比例比黑人要少得多。但是这么多年来，华人在争取自己利益的同时，总是可以讲，总是落后于黑人。当然，黑人他在美国经过了多年的这个反对种族歧视，他们要求平权运动，争取跟白人共同的利益，这一点上来讲是毫无疑问来讲是大家都支持的。所以说，美国在制度设计、在法律设计、在国家政治设计上面，没有任何种族隔离的政策，无论是白人还是黑人，包括华人，都有机会参与美国的各项政治，包括教育，包括就业，在各方面来讲是根本不存在什么种族歧视的。黑人这次通过弗洛伊德死亡打着黑人命贵的这件事件，是背后有恐怖主义组织安提法在背后挑动的。其实黑人心里面非常明白，全世界哪个地方讲种族歧视，也轮不到美国来讲种族歧视啊！你看嘛，大量的非洲的黑人，他们为什么都要往美国跑？那显然就是美国更善待黑人，美国给黑人最好的待遇，美国可以把黑人选为他们的总统，美国可以把黑人选为国家最高法院9名大法官之一，美国黑人可以担任国务卿，可以担任5星上将，可以担任大学校长。你在别的国家有吗？俄罗斯有吗？你看看黑人往全世界各个发达西方国家跑，他们有去俄罗斯的吗？黑人可以讲是遍布全球的，特别是美国，几乎都是黑人的老窝了，大家都聚在美国，然后在美国就反对种族主义，反对在美国。为什么黑人不到俄罗斯去啊？黑人心里面很清楚啊，谁在歧视他们啊？他到俄罗斯去，老毛子把他们打了个半死。可以讲，黑人在俄罗斯才是最受到歧视的。现在是共产党把黑人请到中国去，而这些黑人在中国，他们没有遵守中国的法律，在中国制造了很多祸乱啊。但是共产党要利用这些黑人，共产党不是他不歧视黑人，他是要利用黑人。而俄罗斯从内心里面是歧视黑人，所以说黑人是不会到俄罗斯去的。只有美国善待黑人，但是美国善待黑人的结果就是今天，就是黑人今天在美国落得黑人命贵的这么一个结果。所以说今年不光是新冠疫情对美国进行了袭击，更主要是共产主义运动对美国进行了袭击，更主要是共产主义操纵了黑人对美国进行了袭击。很多人不理解香港的抗争和美国的抗争，他们究竟区别在哪里？我可以这样讲啊，香港的反送中运动，香港的对抗中共的争取自己自由权利的运动，就像一群学习好的孩子在争取一个公平的考试制度，这是香港的孩子。而美国的黑人命贵运动呢？美国的黑人命贵的运动就是一群学习差的孩子、学习不好的孩子，在试图摧毁一个公平的考试制度。这就是香港反送中运动和美国这个黑人命贵运动的本质区别。
而中共是混淆这个是非。中共混淆是非，它不光是在中国国内，它也向海外输出。向海外输出的主要是微信和抖音。在中国大陆呢，抖音呢现在是中共去扰乱人们思维最重要的一个手段。抖音是经过巧妙设计的中共的一个洗脑工具。为什么在中国可以得到那么广泛的推广？就是中共感觉到这个工具啊，很适合于中共对广大民众的洗脑。它的配方就是一种低俗、夸张、反智、愚忠、鸡汤、从众、神丑、歇斯底里、神经质。它是低层次的感官刺激，然后让人们失去正常的判断力和审美能力，从而变成一种高科技的愚民手段，让大众去审丑，他们从丑中去寻找快乐。它不是审美。你可以看抖音，它就是这样，就包括白岩松都会强调什么，要用一个漂亮的失败来证明他的成功。我就不懂失败还有什么漂亮，漂亮失败还怎么算是成功？这就叫愚民啊！中共就是用这种方式来愚民，而这种愚民是共产党需要的。他需要把中国的14亿老百姓全部变成是非不分、美丑不分，无所谓美丑。他们甚至到今天还要争论是民主好还是专制好，也就等于是吃饭好还是吃屎好。这就是中共现在要让老百姓反复讨论的问题。很简单，我前2天在我的节目里面举了一个例子，也就是说有一个女生，她住在维也纳酒店，因为给那个酒店打了差评，而酒店现在就威胁她，就是如果你不给我们消除差评，我们就把你住在我们酒店跟别人开房的事告诉你老公，揭露你的隐私。我对这种现象进行了批判，马上呢就有网友呢来指责我。我不知道这些网友他真的是带着这种思维思考来指责我，还是他是一个五毛来挑事儿。我觉得这就叫道德婊。什么叫道德婊？这个人跟我说的话就是，女的有老公和别的男人去开房，难道就不应该谴责吗？你建明老师什么时候把婚外情能够把它作为一种隐私呢？你为什么不揭露这种隐私？人家揭露他这种隐私，难道我们不应该去赞扬吗？我可以回答这位网友，这就叫道德婊。什么叫道德婊？就是共产党总是给自己树立一个崇高的道德，让你们去遵守这个道德。我在这个话题里面明明谈的是，酒店是没有权利用自己掌握的信息去揭露别人的隐私。我并没有支持这个女的因为背着自己老公去开房。我们谈的不是这个问题，我们谈的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公权机构、一个企业、一个能够掌握别人隐私的单位，你是不可以用揭露别人的隐私来要挟别人，来达到你自己目的的。我是批判的这种行为，根本就没有谈这个女生本身开房，她应不应该，她可不可以跟别人开房。我可以这样讲，这个女生跟别人开房，如果有老公，她开房是不对的。但是即使是她有老公，她跟别人开房了，也绝对不存在是对方可以用揭露她隐私要挟她的一个理由。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要尊重别人的隐私，即使这个人干得不对，我们也不可以因为他有错，我们所以就应该去用更错误的方式来对待他。这就比方说，你在家里面抓住一个女的小偷，她因为来偷你家的东西给你抓住了，这时候你对她的处罚是因为她偷我家的东西，她有错在先，我是不是就可以把她强奸了？因为她偷我的东西吗？是不是因为这样？因为他有了错，他因为有了犯罪，你就可以去惩罚他，因为你惩罚他是因为他有罪在先。就像这个女的，因为她背着老公跟别的男人开房，她有错在先，我们就可以揭露她的隐私，要挟她的隐私，这就叫道德婊。我可以讲，中国为什么诞生了大量的愚民，就是中国人不懂得尊重是非，不懂得尊重别人的尊严，不懂得尊重别人的隐私，不懂得保护别人。但是你不保护别人，别人也就不保护你啊，也就是你没有隐私啊，你没有尊严啊。所以说，共产党就要培养中国人，所有人都没有尊严，没有隐私，你们所有的东西都在共产党的监视下，这也是高科技时代才能够掌握别人的隐私嘛。正是中共因为大量运用中国的这些高科技的手段，所以才对中国人的所有的隐私，共产党都可以对你探查到。共产党然后利用你的隐私去捏住你的把柄，然后修理你。所以说，中国这个社会在共产党的统治下，最终就变成是一种没有尊严的生活，而且是一种底层互斗的生活，而且是底层很多人是互害的社会。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最开心，因为他就希望你们所有的民众最终就是丧失理智，丧失是非。你们最终在共产党给你们唯一的是非标准下，你们跟着共产党就可以为非作歹。这就是今天中国人他的一个悲剧的现状。所以说，中共统治下的70年，你不要讲别的，这就是共产党制度设计的恶。因为这个制度设计的恶，所有的人他已经堕落的道德没有底线。
这也是我在前几天节目里面讲的，现在的中国人不是要走向未来，而是首先要回归人类。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做到这里，谢谢大家。